来吧，同样为彩色透明版本，钢索。这个版本呢，也是之前已经公布过的，盒子的外包装其实还是挺复古的一种风格。制品方面，线稿说明书，配件内容，动手我已经抠下去安上了，还有一对张开的手型。武器方面，这个就跟之前的极动画配色的那个带的是同样的，而且里边摸的这个小鱼儿呢，它不是一个纯透明的零件，它是那个带点那种磨砂的那种感觉啊，乌蒙蒙的，而且上面还有一些小的涂装。这一回的通透感做的也是非常棒的，而且这个钢索的配色啊，其实让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咱们玩过的记忆玩具配色里边的这个银漆的涂装，它是那种发很深的一个枪铁色的那种暗暗的味道。那这一回的彩透版，我觉得应该是基于记忆的玩具配色的那个配色方案，但是身上并没有那些贴纸的细节了。这一次的透明件也是做了那种很暗的，像是茶色一样。其实它这个应该算是黑色透明件了都。你尤其在壁比较厚的或者拐角的地方能看得出来，相当深的一个颜色。其他不同地方的配色呢，就是爪子，包括这个爪臂啊，还有大腿的这个零件，也是用了那种乌蒙蒙的像磨砂质感一样的透明料子。而这种料子其实是要比这种纯通透感的那个要韧性好一些。对，尾巴的这个地方其实跟小臂一样，也是用了这种朦胧的感觉。而且嘛，其实前几次的钢索啊，尤其在拍那个其他的配色的时候，很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细节，钢索的这个腰部啊，在变成人形的时候要往前推一截，变成龙形的时候呢，其实它变完了是这个样子的，直接变过来是这样，把这个滑到底，会有嘎哒的一下锁定感。从侧面看起来腰正了，这个才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地方啊，专门给你预留了一个小方框，就是为了让你贴派系标志的。好，那我们直接再把它变成龙形吧。翅膀打开，头跟这里稍微立一立，手臂的部分先变出来，打开前后的两块，这里手腕旋转90度，再横着转180度，把它变成这个梯形。爪子尖放平，另外一边抠开，90度收上去，再把这个芯儿转180度。好，其实你看这里边的这个关节也是这种磨砂的料子，这个料子的韧性会比这些要好一些。当然变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要转横一个90度，你从哪边转都可以啊，无所谓。转横了以后，再把它往出拉到头，变成龙形的时候，手臂是要拉长的。但是呢，你如果说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这样往上拉，很容易通过这个关节把它拉弯了，施力不正，这个地方很容易把这个环拉脱或者拉裂。所以我的建议是旋转90度，摆正了再拉。手臂现在变形到位，我们把两个尖头脱下来。里边的连接关节也是这种像磨砂玻璃一样的材质啊，但是呢，这个料子确实是韧性很好，你导致了这两块往下拖的时候啊，就没有原色的那个抠下来的那么紧了。可以看到这两个边缘这里有两个凸点啊，新玩具尤其在第一次变形的时候，这个地方会特别的紧，而这种材质的韧性会强一些啊，就导致这个扣子很好拆了。然后很容易遗忘的腰部，我们把它推过去。好，推到底也是嘎噔一声，这里边有卡点。背包捏住，拆开。头部这里其实这个卡扣不用管它，我们直接往下推就行了。推到底，这个胸口自动的会把这个地方的边缘卡扣扣开，然后这两个地方立起来，盖板往前提，脑袋转过来，小翅膀归位。小翅膀归位的时候就要注意下边的卡槽位置，这个地方的边缘卡到这个零件的缝隙里，卡正它，然后这下方的一个钩子
把这里也钉上。好，上半个变完。腿部打开脚底，然后把尾巴旋转出来。记得这一节上面有一个小尖儿，翻折，这个关节拧过来，然后整体的旋转180度，尾巴放好，这里一个折叠收进去，半拉就变好了。另外一边也是，抠出尖来，整体的旋转，尾巴搂过来，中间所有的卡扣闭合。模具的精度相当准啊，扣完了以后这个缝隙特别的小。最后这个地方的卡槽，把这里插上。腿类似折叠放下来，还真的是非常漂亮。尤其在龙形的情况下的时候，彩透吧，它透过背后的一个灯光打出来，就能看到里边的一些内构细节以及变形藏在里边的零件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吧。其实这种机械感还挺赛博朋克的啊，很有味道。但是呢，这款透明钢索有一个非常奇葩的问题，因为本身呢这里边是有一些机构的，嘴巴是可以张开的，所以这里有一个轴，包括下颌骨这里啊，通透感展现出来的这个下颌骨，这个是做的对的，非常不错。但呢，这钢索有个红脸蛋儿，因为钢索的结构所限，它这里边是可以转换眼睛的。你变成红眼还好啊，这个深蓝色的眼睛在里边透出来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你变成蓝色的眼睛，也就是非战斗状态的时候，钢索会很害羞的露着一个红脸蛋儿，因为这个外边的盖子太透明了，把里边的红色眼睛透出来的效果，很娇羞妩媚的这么一种味道。所以呢，这一次 NA 的彩透钢索就是这个样子了，一动不动就脸红，很害羞的这么一个萌萌的小家伙啊。总体来说的这种感觉通透感十足，而且彩透的这一个系列摆在一起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摆在一起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抢眼。尤其在柜子里边，如果你的灯光布置的比较强的话，那这一套绝对是你柜子里边最亮眼的仔儿。